我可以一次交好几个男朋友，因为这句是比较常听到的。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是很适合，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吵架，没有任何事情，我根本就没有不开心，可是我就是会转发说什么啊。有怎么样的伴侣真好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录《翠上在闹什么》，我是 Alisa， 我是艾米。上集的《翠上在闹什么》，我们是邀请了志兴来当做来宾，这一集我们邀请的是艾米。这一次的主题一样也是爱情。对，那我跟艾米有收集了一些关于爱情的文章，我们没有细看啦。等一下的言论都是仅代表我们自己的观点，大家记得不要走心哦。对，不要走心哦。现在来看第一篇文章，第一篇文章是说，趁我睡觉的时候提分手的你，真的可以再过分一点。睡觉的时候被她男朋友分手的，收到她男朋友的讯息，非常敷衍。我真的觉得分手吧就算了，他还加了一个宝宝，分手吧，宝宝我们分手好像有点雀跃的感觉。他还把主题先换掉，这很重要。对吧？他有在注重一些小细节，可是有点像国小生没错，我觉得我上次做这件事情是我国中的时候，分手的时候要先换主题，对，换成那时候还是 FB， 对，蓝白色的，一定要换成蓝白色，代表说我们一清了。对，我看到的是没关系，我还有趁我看牙医把我封锁的，趁你在这样被牙医这样弄的时候，然后分手吗？而且他不是提分手，他是封锁，封锁就直接消失。你是说完全没有告知你说哦我们分手了这样，就直接封锁，就是他就是做好了这辈子不会再跟你见面的那个打算，人间蒸发。我有看到一个是说趁人睡觉的时候说分手的都不是人，可以理解，因为在一个人没有清醒的时候，你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他隔天早上醒来他会吓到，爆出来。对啊，你就直接把人家约出来，其实搞不好会好一点。但是你有趁人家睡觉的时候分手过？好像只有吵架过，就趁他睡觉的时候打一大篇文，然后呢要跟他吵架，但是没有说趁他睡觉的时候要跟他分手。我有这样被分手过，就是我睡午觉起来，你说还在学校可以睡午觉的时候吗？对，然后起来发现他要跟我分手然后我直接已读，因为要比他更狠，只传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是很适合，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吵架，没有任何事情，然后就说分手吧，再见这样，然后直接已读，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我也没差那种感觉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篇文，第二篇文是在说为什么跟西方人交往的女孩都素颜简单，却展露强大的气场跟自信，那样子超美的，觉得蛮有感的，因为好像真的，就比如说在网上看到的跟外国人在一起的女生，都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自信。看到一篇留言是说，因为亚洲文化有点毒，对，比较常听到说什么哦，你吃很好哦什么的之类的。我看到一个说，因为在国外不会有人一见面就说最近伙食不错哦之类的话，习惯性的去批评一个你根本不熟的人的外表，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很拘束，没有办法那么自信。对，其实伙食不错。我之前还有听过一句是说，你最近吃很好哦。哦，对，这句是比较常听到的，连我也听过，就会有人说你最近是不是吃很好？我要该接什么？你懂吗？对，就亚洲比较常出现这种。但我觉得就是跟西方人在一起也是一个重点，是我觉得外国人可能本身就比较本身就很有自信的女生，不是因为有自信的女生都跟外国人在一起，是外国人喜欢那种人，所以会去追求那种人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会比较常是这种物以类聚。对。然后还有看到一个是说，因为西方人会疯狂给你情绪价值跟肯定你，对，好像是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多男生其实最近期有在变好吗？我们来看第三篇文。第三篇文呢是一个影片，然后呢，影片中是一个陌生男子在帮女生拿包包，而且是从他的大腿中间直接这样对起来。对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尴尬啦，非常。应该是说，如果有一个陌生人，然后突然来帮我拿我的包包，我还是会吓到啦，会大吓到。我想说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觉得深色的都是一些情感方面的，比如说像因为我很哀，所以如果对方他愿意一直抛话题来填补我们之间尴尬的气氛的话，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绅士的人。不管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其他情愫，但他愿意这样做就很愿意，就是给你算是台阶下，也算是。对我自己也是觉得说给女生台阶下的举动是一个很绅士的举动，因为我是一个话痨，所以我话很多。然后男生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被我吓到，但还是有遇过那几个是会愿意帮我把我的话接下去的那种，那我就会觉得很绅士。我觉得还是要看啦，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影片呢，好像有点，我自己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被骚扰。没错。
这个界限好像有点难评。而且它上面的也有说，就是在台湾的话，通常女生都会直接说，不需要。对，应该是说他把包包夹在大腿中间，然后你就想你有一个东西夹在大腿中间，然后突然被抽走，你应该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的长相。如果是一个超级无敌大帅哥，然后从你腿中拿包包，你会觉得，我会觉得你可以再摸更多。差别待遇哦。有遇过什么男生对你做过觉得很绅士的举动吗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下一篇呢，我们要来看到的是韩国最新的出道的男女合团 All Day Project， 然后他们里面呢，就是因为有男有女，所以被配了很多的 CP， 5个人而已，好像被配了三四组，对。但是他们自己私底下的访问是都说，他们对彼此都是没有兴趣，就是不把对方，应该算是工作伙伴吗？对，还有朋友这样子。对。那你觉得男女之间的纯友谊是有可能的吗？其实我以前不算小时候，应该说年轻的时候，没有接触过很多爱情的时候，我觉得男女之间没有友谊。对，但是认识了这么多人，就是应该说你一路走过来那么多，你不可能每个男生你看到都喜欢。没错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终于认清男女生真的有纯友谊啦。但是男女纯友谊是对方对你也没兴趣，没兴趣。对。以前就是比较没有认识到那么多男生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哈，男女生怎么可能有纯友谊？我甚至觉得说那些男生朋友很多的女生可能是什么臭婊子之类的。哦。对，因为我自己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我没办法感同身受。所以你小时候比较没有男生的朋友、男生的玩伴，我比较多都是女生的玩伴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怎么可能？怎么有这种事情？但是后面高中、大学啊，慢慢开始就是有认识一些男性朋友，就会发现说，我真的对他没意思。哦。对，但是就是还是会聊天。我从很小就非常相信这一点，因为我是一个男生朋友很多的人，从小到大的。幼稚园的时候，我可以一次交好几个男朋友，因为我跟每个男生都很好。然后国小之后也是，就是很多朋友，就是你真的是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然后你也确定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你们就是很好。但是我一直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朋友有办法，就是日久生情变成男女朋友？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很难。真的，因为我是那种一眼就可以看定说我喜不喜欢他。对。然后如果我们相处了很久很久之后，我觉得那种日久生情的情是友情，就是不会升华成爱情。但是你知道，我有看过一篇文，他说所有任何可以当好朋友的人，都是你对对方的颜值是肯定的，就是他是你的菜，你才有办法跟他当朋友。因为你不会喜欢一个，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不会喜欢一个真的完全觉得长得超丑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每一个友情都是爱情的潜力？是这样吗？我是这样听说的，很严重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就开始在想，会不会其实我那些男生朋友都觉得我超漂亮的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他们现在听到应该会很生气。但我觉得我懂你这个意思，但是我自己这样子套回来，我会觉得说，好像那些男生不一定都有吸引到我。女生好像也是，就是我跟这人交朋友，我不一定会看他的颜值，应该说这是我的个性，可能是个性使然。个性。对。那你觉得 All Day Project 合约没有了之后，他们会谈恋爱吗？我其实觉得不会，你觉得不会哦？对，因为觉得他们就是工作关系，因为他们应该会很珍惜这个团的友情跟一个团魂，所以为了不要就是这个东西毁灭掉，他们应该会就是去尽量制止那个冲动。对，因为感情有可能就是因为一对，然后就整团就拜拜，对啊，就很可惜啊。那你们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欢迎在底下跟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我可以理解，虽然我不是这种人，他不会是我未来想共度一生的对象。